川秀和陪我赏樱。叶晨听了菜子的话，心中也不由憧憬起来。一袭红色绣荷的菜子，再搭配上漫天粉白色的樱花，那画面虽然没有看到，但想来也一定会美轮美奂。于是他便对菜子说道，既然这样，那明年春天我一定要去一趟日本。伊藤菜子欣喜无比地说道，真的？那我们可说定了哦，明年春天我在日本等你。两人达成约定，菜子心情好到无法用语言描述，她情不自禁地挽着叶晨的胳膊，又主动与他十指紧扣，轻声在他身边说道，叶晨君，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今天原本就是欧多桑的生日，没想到我还能来纽约跟你见面，更重要的是欧多桑竟然恢复如初，这对他来说意义太重大了。说着，菜子一脸抱怨地说道，你是不知道这个绝老头在家里的样子，每天都拉着一张脸，永远看不到他笑，而且经常唉声叹气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要强了一辈子。忽然沦落到连日常生活都需要人照顾的地步，内心的落差会非常大，大到常人难以想象，很可能这辈子都走不出来。是你赋予了欧多桑新生，如果不是你，他可能会一直消沉到离世的那一刻。说到这里，菜子看向叶晨，同时用力攥紧他的手，极其认真地说道，叶晨君，谢谢你。谢谢你把那么珍贵的药给了欧多桑，之前回春丹一颗都能拍出1000亿美元，这次你给欧多桑的丹药，若是拿来拍卖的话，恐怕价格不会比回春丹低吧。叶晨笑了笑说道，丹药如果放在拍卖会上，自然能拍出一个很高的价格，但我将来大概率不会再搞丹药拍卖会了。菜子好奇地问道，为什么？上一次的拍卖会不是很成功吗？叶晨感叹道，现在我眼中的世界和拍卖会时我眼中的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说着，叶晨继续到拍卖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在这世界上的竞争对手，无非就是包括我外公家在内的3个顶级家族。可是前段时间我才意识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还有一些我不了解，甚至一无所知的竞争对手。这些竞争对手的实力，可能比那几个顶尖家族还要强大得多。随后，叶晨便将外公外婆前段时间的遭遇，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伊藤菜子。伊藤菜子听完，整个人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忍不住感叹，叶晨君，几百年的家族在我看来倒是不稀奇，虽说这几百年全世界都在发生着各种动乱，但日本胜在地理优势，所以本土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战火，所以在日本几乎每一个忍者家族都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很多老品牌的历史跨度也很长。但说实话，我还从未听说哪个家族或者组织能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，用这种近乎绝密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的。说着，菜子又到叶晨君，你刚才说的那些死士，能被这个组织牢牢掌控几百年，而且几百年时间里，这些死士都没弄清楚组织的具体情况，甚至连自己平日里栖身在哪都不知道，这就要求这个组织对死士有着极强的掌控力。想达到这种掌控力，层级的差距一定要大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。说到这，菜子表情凝重地说道，这些死士给我的感觉，就像是被人圈养在动物园里的猴子，除了按照圈养人的要求生存之外，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半点反抗的能力。可问题是，这些死士可不是猴子，而是活生生的人，这也就意味着其背后的那个组织，其层级要比人高出许多，或许跟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一个境界里了。叶晨点了点头，
感慨不已地说道，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有了一种井底之蛙的感觉，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回春丹的拍卖会，多少有些草率了。我本该将回春丹作为高度机密，不该把它拿出来堂而皇之地进行拍卖。伊藤菜子沉思片刻，认真道，叶晨君，在我一贯的认知里，实力强和名气大这两点几乎是相辅相成的，这就好像把铸铁的茶壶放在炭火上烧，火越旺，水的温度自然也就越高。在这个基本逻辑下，只要火足够旺，就能烧干茶壶里的水，甚至把茶壶融化。当我们看到茶壶被炉火融化，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超出了我们的认知。说到这里，伊藤菜子话锋一转，又道，可是这个神秘组织现在却颠覆了这个基本逻辑。按照你的说法，他们的实力应该非常强，但是他们的知名度却几乎为零。这就好像炉子里的火明明已经烧得通红，可茶壶里的水却依旧冰凉刺骨，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，但也正是匪夷所思，才证明这个组织的实力强得已经超出了我的正常认知。叶晨点头叹道，我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，这个组织的实力应该比我知道的三大家族强得多，但具体强多少依旧是个谜。伊藤菜子忽然抬头看着叶晨，下意识地说道，叶晨君，其实你在我眼里也曾经是这样的存在。在我不了解你的时候，你的实力强大到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，但我当时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你。我让人调查过你的背景，发现你只是金陵一个小家族的上门女婿，这就更让我觉得匪夷所思。若不是你主动在我面前展露出了实力，我可能这辈子都猜不到，金陵一个小小的本地家族里，竟然隐藏着一个如此强大的上门女婿。说到这，伊藤菜子问叶晨，叶晨君，当时我眼中的你，会不会就像是现在你眼中的那个神秘组织？它或许就藏在某个你之前根本关注不到的角落，在他们没有展露实力之前，谁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强大。叶晨忽然挑了挑眉，他觉得菜子说的很有道理，甚至给了自己一个新的思路。自己一直想知道那个神秘组织究竟什么来头，但是如菜子所说，肯定也有很多人像自己想弄清那个神秘组织一样，想要弄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来头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神秘组织很可能就像自己栖身萧家一样，用一个毫不起眼的身份藏身在某个毫不起眼的角落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